建議美國用市場換取中國的技術，卻被當成了賣美賊。上面这位美國人名叫托馬斯·弗里德曼，说他的名字可能99%的中国人不認識他，但要說起他的代表作《世界是平的》，估計就有不少人記得起來他是誰了。是的，這是一本曾在20年前狂售3000萬本的頂級暢銷書，影響力之大可見一斑。在書中，弗里德曼斷言美國是全球化的唯一領導者，只有符合美國規則的國家才能得到參與全球化的入場券。但是近期美國所發生的一切讓弗里德曼痛心疾首，除了怒罵特朗普缺乏常識外，他還在《紐約時報》發了一篇重磅文章，名為《我剛剛看到了未來，但不在美國》。在文中，弗里德曼提出了一個在美國人看來非常不政治正確的建議，他希望美國人能認清現實，主動承認自己落後了，並且趕快向中國開放市場，用廉價的土地和能源換取中國先進的技術。如此石破天驚的建議，不僅美國人看了覺得不可理喻，估計我們個人也覺得不可思議。我們有這麼厲害嗎？竟然能讓美國用市場換技術，這不是落後國家才做的事兒嗎？所以文章發表後，弗里德曼迅速被美國網友打上了叛徒的標籤，說他被叉叉叉收買了。弗里德曼似乎已經預見到了這個結果，提前在文章中建議持美國優越論的人應該買張機票去中國看看，別再自嗨。他寫道，我們中有些議員甚至連護照都沒有，他們從不認為美國要向外學習什麼，只會待在國會裡不停地煽動仇恨偏見，沉溺於暴打熊猫的幻想中。聽到這兒，或許你覺得弗里德曼是個親華派，但事實上他長期對中國持負面態度，批評我們用行政力量扭曲市場，妄圖排除美國，創造另一套國際貿易體系。到底是什麼力量讓一位傲慢的美國專家改變了想法？是一次來中國的旅行，眼见为实，讓他徹底意識到了美國真的落後了。在多篇文章中，弗里德曼列舉了3家令他印象深刻的瞬間。第一個是參觀華為的上海研究中心，他說這家遭到美國多重制裁的公司仍呈現出難以置信的活力。上海研究中心擁有104棟各具特色的建築，共3.5萬名各類專家自由地從事研究活動。華為不但向專家提供優渥的薪酬，還照顧他們的生活。研究中心內有公寓、咖啡店、健身房、超市，不出園區就能滿足大部分的生活所需。這種模式讓專家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工作。弗里德曼還比較了中美之間在效率上的巨大差距。他寫道，去年華為一家公司就建造了10萬個充電樁，反觀美國2021年撥款了75億美元，號稱要打造遍布全美的充電網絡，結果呢，3年了只建了214個充電站。不是美國人不想買新能源汽車，是買了也沒地方充電。第二是參觀黑燈工廠，弗里德曼受一位接待人員的邀請，參觀了一家黑燈工廠。所謂的黑燈工厂，既不依賴人工，完全自動化生產的工廠。工廠為了節省電費，便關了燈，故名黑燈工廠。弗里德曼說，他越接近真實的中國，越感到震撼。看着眼前24小時不用員工不停生產的工廠，他在想，即使貿易戰我們打贏了，又能如何？未來美國工人的對手根本不是中國工人，甚至不是人類，是這些不知疲倦的 AI 機器。第三個是與一群新進的年輕企業家座談。有位留學美國的青年企業家坦言，美國擁有全球最強的創新，擅長把0做到1。可是問題是，新技術開發出來，如果不能和產業結合，就產生不了價值。而把新技術從0做到100融入生產，正是中國人所擅長的事兒。弗里德曼結合前段時間在美國掀起風暴的 DeepSeek， 反思到，現在中國不僅擅長解決制造的問題了，他們也具有創新能力。可大部分美國人還是認為 DeepSeek 的成功是偶然。事實上，新技術與制造是魚和水的關係。中國有巨大的水池，只要飼養方式得當，一定能培養出來大魚。一個不爭的事實是，近10年中國的勞動成本上升了1倍，但是制造成本下降了40%。這種看似矛盾的結果，則於中國在生產中大規模的使用新技術。最後，弗里德曼談到了特朗普發動的關稅戰，他預言大部分國家不會和特朗普達成協議，原因很簡單，他是個沒有信譽的人。比如2018年，特朗普親自主導了美加墨自由貿易協議的簽訂，如今呢又親手撕毀了這份協議，把墨西哥灣改名美國灣，還要吞併加拿大成第51個州。誰會和這種沒有信譽的人談？當然，有不少川粉將特朗普的沒信譽解读為談判的藝術，用個人的不可預測性迫使對方慌張，以簽訂最有利於美國的協議。可問題的核心是信譽，不是藝術。就像生意場上，沒有人願意和沒有信譽的人做生意一樣，國際貿易中也沒有國家願意和沒有信譽的國家談判。前段時間看到的一個段子是，特朗普撤銷了越南、柬埔寨關稅的要求，是他們去美國建廠。越南人說好呀，反正我們只有一些服装廠、組裝廠，如果你們紅脖子黑叔叔不介意拿幾百美元的工資，每天幹10幾個小時，我們也不介意去建廠。特朗普的戰略方向搞錯了，剩下的動作也全部变形，所以根本不会談出什麼結果。目前美國最大的問題不是發動關稅戰，而是重新培養合格的產業工人，借助中國先進的生產力加強合作，實現雙贏。但是承認落後，對驕傲了200多年的美國人來說太難了，因為這是一個從未經歷過衰落的國家，長期奉行美國例外論的國家，除非出現一次系統性的崩塌，否則我們想不到美國人有收起傲慢的理由。